参加过葬礼一定会看过上家家里面的神明通通用红纸遮住，在葬礼习俗，这个举动叫遮神。遮神这个举动会直到逝者出殡后呢，才会将红纸拿掉。当然也有一些情况是不需要遮神的，那会是什么情况呢？我等下告诉你。今天要和大家聊遮神。在以前农业时代，汉人居住的家叫三合院建筑，其中一院呢在中间，其他的分别在左右两边。中间的称为正身或正堂，在中间的正身大厅是供奉祖先和神明的地方，也称为神明厅。相信大家不会觉得意外，现在大多数家里的客厅呢也有摆放神明和祭拜祖先的地方。以前的祭祀活动或宴会呢，都会在神明厅里举行。当亲人在家里过世，他们的遗体呢会从卧室里搬到大厅，那大厅在这个时候就变成了灵堂。OK， 重点来了，那亲人过世，家属必须帮他们擦身或者是更换寿衣，这个过程呢是没有任何的遮蔽物来遮挡亲人的遗体。那以前人担心这样是会对祖先或者是神明不敬，所以呢会先上香，然后用红纸遮住祖先和神明的牌位。那等到出殡后呢，才将红纸拿掉。除了红纸，还有一个遮挡物叫做米筛。现今我们常看到的是用红纸来遮神。在早期没有礼仪公司和殡仪馆，人们呢都会在自家举行丧礼。以前时代的家通常会有米筛和写春联的红纸，家属呢就直接拿来当做遮住神明的物品。还有另一个说法是认为死亡是不好的，那加上以前的棺木可能没有防臭或者是吸湿水的作用，遗体会渐渐的发臭。如果不遮神明，担心不好的事情会发生，才有了遮神的习俗。这个丧礼习俗持续到现在。那什么情况是不需要遮神呢？你会问我，如果亲人的丧事是在殡仪馆举行，还是要遮神吗？答案是不需要的。现今生活越来越城市化，那许多人呢都居住在高楼，丧事会在殡仪馆举行，那这种情况呢就没有遮神的必要了。还有一个说法是，如果家属不介意被家里的祖先或神明看见，就不需要遮神。其实遮神这个丧礼习俗最主要的目的是尊敬祖先和神明，该不该遮神，家属们可以一起讨论商量来做决定。关于遮神，你有什么想分享的吗？在下方留言。好啦，今天就到这里啦，离开间记得关注我，才能收看到最新的影片哦。我是总监 Alice Khoo 生命经理师，我们下期见。